像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In 1975, a primitive machine called the Altair was launched in the USA. 他说在1975年呢，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机器被称为叫 Altair 这种机器呢，在美国被推出了这么一个新型的一种电脑。这个里面有一个词叫 primitive 这个词呢，它的本身的意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叫原始的。primitive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primitive， 它表示 of or at an early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就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或者早期的，就是原始的或者翻译成上古的人类社会刚刚开始存在的时候的，这个是它的本意，叫原始的。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primitive culture 叫做原始的文化，上古时期的文化。 primitive customs 原始的或上古时期早期社会的一些风俗习俗。 primitive tribes 叫原始部落，对，这是原始的。但本文中不是原始的，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机器呢？本文中是重要的第一个派生意，叫 simple and not modern， 就是简单的或者简陋的，缺乏现代感的。所以这是指这个机器是一种简单的机器，跟当代复杂的这种像什么这个苹果电脑 Pro， 什么 Apple Air， 这是没法比的，就是简单的或者简陋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同样的看一些例子。The local hospital care is primitive and unreliable。我们说这个当地的地方的这种医院里这个对病人的服务这个照顾啊是非常简单的，并且非常不可依赖的。这医院里经常会出现医疗事故，这设备比较简单，在这是简单的简陋的，而不是原始的。本文中是这个意思。好，本文中说这种一种简单的机器 called the Altair， called 是被称为是，就相当于第一段末尾那个 known as， 就被称为是，但 call 这个词是不跟介词 s 搭配的，可以同时记住，这是个替换。被称为在 Altair 这个机器 was launched in the USA， 在美国被推出了。这个 launch 在45课里面咱们大概提过一次，可以表示推出新产品或者推出新书，出版新书都行啊。这个 launch 本来表示使新的船第一次下水，派生意推出新产品或新书。你看 to make a new product, book, etc. available for sale for the first time， 就是让一个机器一个新的产品啊，一种新型的产品或一本新书能够首次面世，大家可以买到来销售了，就推出新产品新书，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可以购得，这个感觉叫 launch。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company hopes to launch the new drug by next October， 这公司希望在下一个10月份就推出这种新的药，就是面世让百姓可以买到了，推出新产品。再比如说 The new model will be launched in July， 这个新的型号在7月份将会推出或者将会面世。这个 model 可以表示机器或者汽车的型号，叫 model。再比如说 He's going to launch his latest novel， 他很快就要推出他最新的小说了。这个 launch 也是面世，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了，这叫 launch。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launch 在43课讲过，还可以表示使船下水，尤其是这个新船第一次下水可以去航行了，叫 launch。 我们复习这句话。 Shortly after it was launched, the pie committee went to a local inn to celebrate。 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盛馅饼的大盘子，就像个大船一样。在它下水之后不久呢，这个馅饼委员会就到了当地这个小酒馆里面去庆祝一下。这大盘子像个船一样，放到这个运河里面去了，第一次下水叫 launch。 派生意叫推出新产品，这是很好理解的，这个派生意啊。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的第二句话。他说 It can properly be described as the first home computer and it pointed the way to the future。 那么这台机器啊，可以非常被恰当的描述成为是第一台首台家用电脑，并且呢它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未来电脑都是朝这个方向来前进的。好，这里边首先这个 be described as 是固定搭配，这得背下来了，把 A 描述成为是 B， 早在17课就讲过，未来58课还会出现 describe A as B。 注意 as 跟 describe 这固定搭配，把什么什么描述成为是。怎么复习？当然大家看得很眼熟，78页第2到第4行，78页课文中第2行到第4行。
He described it as a very agreeable situation located within two small hills, in the midst of which flowed a great river. 他把它描述成为一个非常宜人的这么一个地方，位于两座小山之间，小山中间还流淌着一条大河。这是把 A 描述成为是 B， 在这里用的是主动结构，本文中只不过用被动，但搭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再看58课也出现了，咱们看一下260页，未来会讲到啊，58课的最后一句话，他这么说 ：The old lady thought he was a fussy creature, but since the porter agreed with him, he rang up her daughter and asked for her help in what she described as a little spot of butter. 这个老太太认为这个男的是一个这个少见多怪、小题大做的这么一个家伙。这 creature 可以表示有某种特征的人，不是生物啊。这个未来会讲到。但是因为呢，这个门房 porter 58课会讲是多义词，门房或者车站、飞机场的搬运工都行。在大楼里面是门房、看门人。那么这个门房同意他的看法，那么他呢就给他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并且请求女儿帮忙。帮什么忙呢？名词 help 后面可以加 just in， 在某方面帮忙。后面再加宾语从句 would she， 他把它描述成为一点小麻烦的这个事儿来帮助这个事儿。What 整个在宾语从句里面当然充当 describe 的宾语，还是 describe A as B， 把这个事情描述成一点小麻烦，就这个意思。好，这是把什么描述成为是。他说这个可以被恰当的描述成为是第一台的家用电脑，并且呢，它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这个 point the way 可以表示指明的方向，通往什么的方向，后面可以再加介词 to。point the way 如果就指明方向，后面可以不加 to。如果指明了什么什么的方向，后面可以加介词 to。注意这 to 是介词啊，它表示 to show how something could change or develop successfully， 就表明一个事情能够如何的成功的变化或成功的去发展，指明了它发展的正确的方向。这个时候用 point the way 这个搭配。你像本句中就用了这个搭配。It can probably be described as the first home computer and point the way to the future， 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未来电脑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是对的。再比如说，看另外一个例子 ，Recent medical discoveries are already pointing the way to more efficient vaccines。所以最近的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发现呢，那么已经指明了什么一个更有效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方向。未来疫苗应该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是 point the way to， 对吧？是这么来说。那 efficient 是高效的 ，vaccines 就是疫苗啊，什么种牛痘的这种疫苗叫 vaccines， 动词种疫苗叫 vaccinate， 这是名词 vaccine。好，指明了什么什么的方向。好，这句话看到这儿。下面这句话接着说 ，That was followed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by a machine called an apple。他说这台电脑之后呢，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这个紧跟着出了一种电脑，叫做 Apple， 就是苹果电脑。现在可能每个同学都在用这个苹果电脑。70年代末，上世纪就出现了。那么我们注意，这个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在19世纪的末期，这个上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啊，20世纪的末期，就1970年末期，在这儿是个插入语。既然把这个时间状语当成插入语来用，就说明这个时间状语不太重要，它的句子主干结构重要。就是这 alter 之后紧跟着出现了 Apple 这种电脑，这个信息重要。那么信息重要怎么办呢？劈成两半，一半放句首，一半放句末。这个最不重要的年代是补充说明，顺便说一句放到句中了。我们知道句首句末是关键位置，句中是最不重要位置，所以插入语也是最不重要的，是这么一个意思，突出了这个句子主干的重要性。好，看下句。In the early 1980s, the computer giant IBM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 它在1980年代的早期，这个电脑巨头就是 IBM， 就是国际商用公司了。那么这个它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就是 personal computer。 这个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词可能不好理解，就是 giant。giant 这个词本来叫巨人的意思，但派生意是大型的公司或者大型机构，咱们类似于咱们说的巨头。Giant here means a very large and powerful organization， 特大的机构、大公司，或者直接类似于我们说巨头、电脑巨头 IBM。这个也看一些例子吧，通过例子来体会一下。The multinational oil giants， 那些
跨国的石油大型的机构，石油的巨头，像美孚石油公司这种 multinational 就跨国的，在各个国家有分支机构的这个石油巨头。再比如说 Japanese electronics giant Sony， 在日本的电子设备的巨头巨大型的公司叫索尼。electronics 就是电子产品、电子设备，这个电子产品的巨头、大型机构、特大公司，可以这么来说。本文中是电脑的巨头 IBM 就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这句话简单啊，看下句话，他说 This ran on operating system called DOS, produced by a then small company named Microsoft。 他说这种电脑就是这个个人电脑 IBM 公司生产的，怎么样呢？它是在这个操作系统上能够被运转，当时这个操作系统被称作 DOS， 是什么意思？咱们会说这个 run 一般过的是 ran， 就是运转、操作运转的意思。只不过这个 run 在这是不及物动词，表示电脑本身在运转。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 run 呢，可以当及物动词，操作某台机器，在这是不及物，电脑本身运转。on 呢是依靠什么这个运转，在什么什么上运转，依靠什么呢？依靠这种操作系统来运转。注意这个 run 在这句话中明显是个不及物动词，这是一般过去式。操作系统当时被称作 DOS， 然后 produced by a then small company， 那被当时一个很小的公司被称为叫微软的公司生产出来的这种操作系统。就微软就靠这个发了家。这个当然这个 DOS， 我们知道这个 DOS 是个缩写，我们看看它表示什么意思。DOS 全称是 Disk Operating System， 就磁盘操作系统。当时李老师当时小的时候呢，上机的时候就用那种5寸的软盘，还要插到电脑里面去。现在我们都用 U 盘了，当时那5寸软盘的容量可能才有 64K、128K， 咱们现在都是 G 去计算了，当时很落后。那么 basic software 一种基础性的软件 in a computer that makes it work and allows you to use a program， 那使这个电脑能够工作，并且能够使你呢能够使用一个程序。It is usually used only in older computers。 现在呢，它一般都在老的电脑上使用这种 DOS， 现在都用 Windows 和 Apple 苹果公司自己的操作系统了，这是非常原始的操作系统，磁盘操作系统叫 DOS， 就这么一个。Produced by a then small， 大家注意这个 then 在这是个副词，翻译成当时或者那时，它修饰这个 small， 就是那时很小的一个公司 called 就是被称为是嘛，就相当于这个 named 被称为是，就相当于第10行里面那个 called。第10行是不是出现了 called？ 这是 named 被称为是嘛？微软这个公司。然后我们看第6句话 ，The IBM personal computer was widely copied。这个 IBM 这公司的这个个人电脑得到了广泛的模仿。很多公司都在模仿它制造这个东西。注意这个 copy 在这里不是拷贝，不是复印，而是表示模仿，这是个多义词，在这里是及物动词。Copy means imitate， 这个 imitate 这个词大家就更熟悉了，表示模仿的意思。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copy imitate 是模仿，什么意思呢？ To behave or do something in the same way as somebody else， 像别人一样的来做事情，来行事，来行为举止或者做事情，就模仿某人。在这里是模仿 IBM 公司来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看一些例子。She copies everything her sister does。她模仿她的姐姐或者妹妹做的每一件事，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就是模仿。再比如说 ，Their tactics have been copied by other terrorists。那么 tactics 可以表示战术，他们这种战术或这种策略呢，被其他的恐怖分子所模仿。在这里是用被动的 be copied， 本文中也是用被动，可以见在这是表示模仿的意思。这个 terrorist 是恐怖分子的意思。IBM 公司的这个个人电脑呢，被广泛的模仿，很多公司都照着生产这个产品。就是这个进一步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嘛，大家都在做这个事儿，就蔚为风气。后面说 ，From those humble beginnings, we have s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er-friendly home computers and the multimedia machines which are in common use today。 好，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From those humble beginnings， 这个可以看作介词短语，在句中当做一个状语来用，就是从这些简单的、非常简朴的这个开始，
这个开端。就一开始是可能简单的一些小的这个很简陋的机器，从这儿开始怎么样 ？We have s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er-friendly home computers and multimedia machines。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或者是也可能经历了都行，看到了或经历了这种家用电脑还有多媒体机器的它的这个发展，而且这种家用电脑和多媒体机器是 user-friendly， 是对用户非常易用的这个家庭电脑和多媒体机器的这个进展，就慢慢的越来越复杂了，发展到今天百花齐放而且复杂高端的这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这种电脑和机器，这个意思啊。From those humble beginnings， 这 humble 词用的很巧妙，咱们可以注意模仿。我们知道 humble 是多义词，意思特别多。第一个意思指人是谦虚的 ，humble 第一个表示谦虚的。He was a genuinely humble man， 他是一个的的确确非常谦虚、谦恭的这么一个人。Genuinely 叫真正的，真正地这个意思，叫谦虚的。第二个意思呢，它可以表示地位卑微的，这一般也是指人了。比如说看例子 ，Man of humble birth， 出身非常卑微卑贱的一些人，出身地位很低。A humble occupation， 一个比较卑微的这么一个职业或者一个职务 ，occupation 可以表示一个工作或者职位，比如说一个看门人呐，什么垃圾工啊，什么佣人呐，等等等等，一个地位卑微的这么一种工作可以用 humble。但本文中显然这两个意思都不是，本文中是第三个意思，这个比较重要，就简单的或者简陋的，注意 humble 这个意思。咱们看英文解释 ，simple and with only basic equipment or features。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并且仅有最基本的一些设备，还有最基本的一些特征特色的，简单的、简陋的叫 humble， 跟那个卑微的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含义有点接近啊。我们也看一些例子，叫 humble。They lived in a humble 2 rooms apartment。什么？这个是普通人家比较穷了，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简陋的2个房间的一个小公寓里边，表示里边呢设备非常简单，只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可能生活的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了，这叫 humble。本文中指电脑初期阶段电脑设备比较陈旧落后，这个用这搭配是对的。就从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这个照端之后，从这开始之后，我们就经历了一个这个对用户很友好的这种家用电脑和多媒体机器的一个发展。什么呢？我们在这定语从句 which are in common use today， 这个里边这个 in use 希望大家能背下来，这个用的也特别多。这个 in use 表示机器或者某个场所、某个建筑等等在使用或者得到使用，这固定搭配。咱们可以解释，就是 a machine, place, etc. that is in use is being used。一个 in use 的这样一个机器或者地点呢，就正在被使用或者得到使用，这么一个意思。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Electric vehicles built in 1920 were still in use in the 1950s。你看，就是一些这个在1920年所建造的一些电力的一些车辆交通工具，就用电做动力的一些交通工具，在1950年代依然在使用。be in use 固定搭配，得到使用，再使用，可以这么说，这是机器啊。再比如说 ，I'll be glad to see the building in use again。我很高兴看到这栋建筑现在又再次得到了启用，现在又在使用，有人在使用或住在里边，所以指机器或者一个场所、一个地方、一个建筑正在使用、被使用，叫 be in use。而且这个 in use 前面经常可以加形容词来限定，你像本文中就叫 be in common use，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就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对这个东西的使用很常见，司空见惯，这个意思。经常在 in use 前面再用形容词限定。这个用法在4册还会出现，我们先看在本句中 be in common use 就得到了广泛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用常见这个词限定。4册的第7课蝙蝠这个数也出现了类似搭配，叫做 So was born the echo sounding apparatus now in general use in ships。 in general use 跟 in common use 非常类似，也是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general 是普遍的，在很多船上都有。如此一来就诞生了所谓的回声探测仪，现在在船舶上得到广泛使用的回声探测仪，这种机器正在被使用，而且广泛的使用，叫 be in general use。 在这儿呢 be 动词没了，在这直接是介词短语在句中这个充当类似非谓动词的用法了。
或者是把它看作后置定语，修饰这个机器 apparatus 或者读成 apparatus 设备。好，第二段跟老师我们就看到这儿。